嗨，大家好，我是尚关。如果你是宝马 S1000单 R、川崎6R、川崎 ZX4R、春风675NK、春风800NK 的车主，当你们自己调减震的时候，如果你的需求是激进驾驶，并且你想要比较硬朗的减震设定的话，那么你们一定会遇到车不灵活了，不好入弯。当你为了获得更好的支撑性，刹车时候的支撑性，那你一定要去调大这个前避震的预载。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车，它的原厂的阻尼不够，或者是没有阻尼，比如说4R 的它只有预载没有阻尼。S1000单 R 它的阻尼是系统设定的，不能自定义，那你能调的只能是外边这个预载。包括春风675NK、春风800NK，它的前避震的阻尼效果又不太好。所以当我的需求是激进驾驶，并且我经常去跑山，跑得比较激进的话，100%这些所有的车型的前避震支撑性是不够的。你只要一刹车，基本就是车头噗往下沉人会往前倾的那种感觉，很难受。所以大家为了去加强前避震的支撑，在你阻尼不够使的情况下，你一定会把这个预载加大，来获得一定的支撑性。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随着你增大预载越多，我们的车头会逐渐的抬高。以前我们的视频讲过，车头越高，在我们带刹入弯也好，还是先刹车然后给油入弯也好，不管你用哪种技法，当你入弯的时候，更高的车头一定带来更难的入弯倾倒感觉。所以这类的车主在增大了预载之后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觉得车不灵活了，不好入弯。那这里其实最好的状态是这个车是平衡的前后平衡，我们去调整阻尼的设定，然后来增强前避震的支撑性。但是以上的这类车呢，要不就是不能调，要不就是阻尼不够使，所以大家在这个调的过程中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怎么解决呢？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花钱的方法，就是在合理的预载内，我获得一个还能接受的支撑性，这也就是我们要妥协。因为如果你想要特别好的支撑性，你的阻尼是不够的情况下，或者没有情况下，你就是只能调预载，对吧？那你不能无限增大预载，导致车头过高，带来不好下弯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们要在还凑合能接受的刹车时候的支撑性和车头不那么高的状态下，这两个因素下找到一个合适的中间点。这个点就是我刹车觉得还凑合，不是那么的软，同时我也觉得 OK 入弯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负担，不好入弯的这种感觉。这两个点之间找到一个你认为的平衡点，去调你的车，才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整体的骑行感受。那如果你单独的去猛加预载，一定是车头起得很高，然后就不好入弯了。如果你愿意花一部分的钱去改你的前避震的话，我们改插芯儿，因为外筒是没有功能可言的，它其实就是样式。那我们去改一个全功能的插芯儿预载、压缩、回弹都可调，同时它的阻尼效果是 OK 的，从根本上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那插芯儿的话，就像国产的，比如说博特曼，它的零售价是3200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去选择的产品。那再往上呢，就是大家熟知的意大利的安德烈尼，它也是插芯儿，单价呢在5000多。再往上呢，还是英国的 K-Tech 插芯儿，大概是7000到9000之间，过万左右的，那就是欧林斯以及诺顿，其实就是丰俭由人。那这个时候有朋友说了，那我不想花钱，我又想要更好的支撑和不太高的车头怎么办呢？有一个会有副作用的办法，就是去换前避震的油，比如把标号低的油换成标号高的油。举例来说，比如原厂是5W 的这个减震油，你换成10W 或者15W 的，那你会获得更明显的阻尼力的提升，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油是影响阻尼的。但它有副作用，副作用就是更厚的油，比如说我这手是阀片，然后油是从这个避震筒和阀片之间流过去，产生阻尼力，但你更厚的油对阀片的压力是更大的。那如果你的需求是我们最开始说的激进跑山再加上万一你的体重比较大的话，这个更厚的油会对这个阀片产生巨大的压力，那有可能在使用中油砰冲击了一下这个阀片，把其中的一个或者一组阀片给挤压变形或者直接就碎掉了，那这个就是副作用，有可能导致你的原厂的减震损坏。所以它是有副作用的，就像饮鸩止渴一样。所以不是说不行，只是这个方法有副作用，那大家慎选。好，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东西，就是在你原厂不够使的情况下，你有无限增大前避震预载，这时候产生的副作用。所以调车是一个综合的结果，它是我们各方面妥协的结果。你看，现在我们只是说了阻尼不够我的需求是激进驾驶，只有这两个因素导致我去无限增大预载导致的问题。那你像 MotoGP， 像它引入了更多的问题，比如说车架呀、轮胎啦、地面温度等等等等个人的驾驶习惯上，所以你会看到，并不是每一场比赛车手的车都非常非常快原来快的车可能在下一场比赛它就
有问题了。调车是综合结果，我们要各方面因素进行妥协。好，今天内容分享到这里，关注我了解更多机车知识，我们下期见了，拜拜。